一到冬天呢，我觉得没有办法拒绝的外套类型，肯定就是这种毛毛的皮草类外套了。今天呢，就一口气来跟大家分享8套皮草穿搭。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ileen。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冬天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对这种毛茸茸的皮草单品 say no， 特别是将近年关了嘛，我相信比起羽绒服，可能大家更愿意花钱买的呢，就是这种看起来比较有质感，然后整体比较显贵的皮草类外套，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轻松驾驭的，也让皮草穿起来呢更显贵，并且一点都不会庸俗。那在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右下角 CC 打开字幕选项，以及我今天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单品信息链接，我都会尽可能的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那我们就快速开始吧。那皮草这个单品呢，一直都是算是比较经久不衰，基本上皮草是可以穿很多年的。那我衣柜里边有些皮草呢，都是什么3、4年前买的，到现在它的整个状态都很好。每年冬天呢，我都很喜欢拿出来穿。今年有一种皮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火，它应该是所有品牌都有在出，就是这种偏咖色的复古的皮草。那这种皮草呢，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其实是在欲望都市里面看见主角穿的这一件啊，这个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对曼哈顿女性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比起当年穿的这种偏长款的版型，今年的话呢，我觉得更流行的是这种偏短款的，对于小个子来讲就会非常的友好了嘛，它都会比这种中长款的更容易去驾驭。那这次的话呢，我是直接在 Slow 他们家选了一件这种环保的皮草，因为其实我自己还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够驾驭这一个色系这样一个风格的皮草，所以相较于去选真皮草呢，我觉得环保皮草是一个更有性价比的选择。而且其实啊，这一件皮草到手了之后，我摸上去的这整个的手感，真的完全不输我的那些真皮草，非常的顺滑，非常的好摸，而且整个的保暖程度真的就没话讲。这几天纽约比较暖和，我就穿着它，然后里边再穿一个优衣库的带点羊绒的这个打底啊，就直接就出门了。因为皮草它很抗风，就属于是很舒服，但是又很保暖的一套。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栗子棕会呈现出来的稍微有一点渐变，有一点花杂色在里边的感觉，做得非常的逼真。它是稍微有一点长度的毛，所以整体穿起来呢是会有一定的膨胀感的，相比起这种短毛的呀，或者是比较薄的款式的皮草，但是因为它做的是正肩，而且又是偏短款的形状，所以我觉得在搭配驾驭上来讲呢，它还是比较容易有这种利落的感觉的。有给到2颗暗扣，以及侧面呢是有口袋的，身高在1.6米以下的，我觉得这一件小个子的朋友绝对是能够轻松驾驭的。那这一件的话呢，我是给它做了2个不一样的搭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拿出了大概2年前就入手的这一件西装卫裤款式的这种灰色裤子，偏直筒，去内搭到了也是同样优衣库的这一件我真的最爱的打底，我用一双非常简单的白色德训鞋，这样一套就是所有的单品都是偏休闲运动化的，就很容易去把这一件皮草所带来的这贵气感给平衡掉。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是直接套用了我现在身上里边穿的这一整套内搭，整个呈现的是这种酒红巧克力色的顺色系穿搭，用到的呢还是优衣库的这一件打底，再去配上了我今年挖到了我就最爱的这一条弯刀裤。弯刀裤他们最近我发现有在进行这个冬季大促，价格非常的好，还可以再叠加我的折扣码。如果你之前一直在观望这条裤子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候。这条裤子我真的推荐了很多次了，我自己私底下呢想不起来穿什么裤子的时候，我一定会拿出来就是这条裤子。我还准备再去入手同款不同色，它不管是剪裁、版型、腰身的设计，包括弯刀的一个形状呢，我觉得都非常的完美。再加上裤长，我选择的是 petite 的长度，它对于我身高1.58米的一个人来讲，它真的就是穿平底鞋完全无压力。去配上这种很有膨胀感的皮草的时候呢，它也是能够有这种
很不费力，松弛慵懒感。那如果呢你更喜欢真皮草的话呢，我会推荐你看这一款，它整体也是属于偏短款的设计，然后对小个子来讲也是很好驾驭的。这一件的话呢，它是用的100%的羊皮毛一体的这种面料去制成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毛的尖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卷曲，整体是非常蓬松柔软的。像如果你觉得穿皮草会有很沉的感觉的话，这一件的话完全不用担心，它上身的轻盈感真的就是没得说。整个的毛非常的细腻，而且虽然说它是这种深色，但它不是这种纯黑的发灰发咖的这一种深色，所以它会比黑色来讲呢更灵动一点。而且你再看它整个毛跟阳光下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折射的，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毛流的一个细腻感的风，因为它的毛是在外面，然后皮又在里面，皮柱能够很好的帮你把风都挡在了外头。大翻领的设计在下摆的地方还给到了两边的一个小开口，那我就直接拿它去搭配了一件这种100%澳洲美利奴羊毛堆领的毛衣，然后再去配上了一个比较有记忆点的牛仔裤，是不是这一套就是属于是看上去你好像穿的很薄，但实际上真的非常的暖和。等一下这一套的话，它不仅能够像配这种深色的牛仔裤，我觉得完全也可以像模特图一样去配这种白色的裤子，它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碰撞，也可以跟之前我分享羊毛的半裙有一个很好的搭配显见。想要看这些衣服的意义都穿的话，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那说到皮草，稍微做点功课，肯定看到最多的字眼就是什么托斯卡纳羊毛啊，它有分两种，一种是卷毛，一种是直毛。我自己一开始呢是更喜欢直毛的一个感觉的，所以呢我就去入手了，以及在淘宝上找到了一家卖这种真皮草的，然后转运过来呢，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搭配。那像这种白色的皮草，我觉得是最简单，而且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像它的搭配思路呢，我一般就是两种，要不就是把它拿去跟这种羊绒羊毛的套装里边做一个同色系的，外面再披上这件白色，怎么穿它都是这种非常不费力，但是又很高级的一个办法。那当然还是可以去用到这一堆领的羊毛打底样，如果稍微暖和一点，就可以用优衣库这下面呢再去搭配到这条 C 系列的阔腿裤。那这一个搭配公式是不是非常的万能？我已经拿它过来配了好多不一样的外套了，都是能够进行一个完美的消化的。那像这一套的话呢，我觉得搭配的关键还是在配饰的一个呈现。想要让它往更精致的方向走的话呢，像鞋子的部分就可以去换成这种毛茸茸可爱的玛丽珍，以及一个这个黑色的爆头帽。那如果想要往更酷帅的方向走，其实就可以把它换成靴子加冷帽的一个组合了。那如果你觉得皮草都是这种偏直筒版型的圆领的小 V 领的就比较无聊的话呢，最近刚刚入手的这一件绵羊毛的牛角扣外套。牛角扣外套呢一直都不是我的一个首选，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过分的书生气，但是呢把它拿来跟皮草这个元素结合呢，瞬间就会变得有一点可爱。那像这一件的话，它整体也是用到了这种微卷的绵羊毛一体，两块毛料的拼接呢是用到了这种浅灰色大象灰的一个皮质去做了衔接，油边啊下摆都做得很好。还有就是我觉得它非常聪明的解决了牛角扣的一个痛点。牛角扣的话，它的扣子首先很大，每一个缝中间呢就会比较的空，除了就是让两片面料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叠之外呢，它还非常聪明的去加入了磁吸扣。你完全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它能够把这件衣服呢扣起来的时候呢，它是能够关得更紧的，这也就更好的去营造一个比较保暖温暖的一个里面的条件，风不会往里头吹。它还给到了4个口袋，整体的帽檐呢给的比较的宽，所以真的稍微冷的时候呢，它的帽子是可以实用的。虽然说它整个帽子比较大嘛，又是这种皮草，但完全不会沉。那我的话呢，就给它去做到了3套不一样的搭配。最能够强调它的一个精致可爱感的，肯定就是配靴子的这一套了。里面的话呢，不管你是穿这种稍微有点花纹的毛衣啊，又或者是纯色内搭都是可以的。外面呢，再用靴子以及一双加绒袜，整个罩起来呢，你会发现，即便是这样穿呢，也一点都不冷。
那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这期视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皮草的穿搭办法了。那不知道呢，你最喜欢哪一种款式的皮草呢？欢迎在底下留言互动，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那今天视频里面提到单品呢，有一些是有这种冬季大促的一个折扣，还可以再叠加我的一个专属折扣码，下来的价格真的是会非常的香。那更多的信息，包括折扣码什么的，我都会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那再一次感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